长鑫科技明天会正式申购，发行价是8.66元，发行以后总市值大约是5800亿。过去几个交易日，存储芯片、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已经提前上涨了，国产 DRAM 龙头终于登陆 A 股。市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存储现在还能不能追？先说我的判断。长鑫科技上市解决的是 A 股有没有国产 DRAM， 长鑫科技上市解决的是 A 股有没有国产 DRAM 核心资产的问题。存储芯片后面能不能继续涨，要看的不只是上市本身，而是价格、利润和预期能不能继续上修。长鑫科技很重要，是因为 DRAM 不是普通的芯片 ，NAND 像仓库负责长期保存数据 ，DRAM 就像工作台，负责计算过程当中的临时数据存取。AI 服务器不只需要 GPU， 还需要更大的内存和更快的数据交换。没有足够的 DRAM，GPU 算得再快也会被数据调取给拖住，所以存储不是 AI 旁边的简单的零部件，而是算力系统的基础设施。长鑫已经是中国最大的 DRAM 企业了，全球份额排到了第4。它上市之后，募资继续会投入晶圆产线、技术迭代和研发，也会带动设备、材料、零部件和封测。但是这件事呢，已经被市场提前交易了。真正能够后续支撑存储行情的是全球 DRAM 会不会供不应求，价格继续上涨，以及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增加。长鑫一季度的营收是508亿，上半年净利润预计是500亿到570亿，说明涨价呢已经进入利润表了。问题是存储是强周期的行业，那么价格涨时候它利润会很猛，一旦扩产集中，需求放缓，利润回落也可能会很快。现在价格还在上涨，但是呢涨速已经放缓了，下游的电脑和手机厂商对高成本的承受能力可能也很有限。所以存储的主线呢还没有结束，但是我们不能把长期的产业趋势变成短期的追涨杀跌。接下来我们重点要关注，第一呢 DRAM 价格能不能够持续的涨价，长鑫和产业链的利润能不能够兑现，以及扩产以后会不会继续改变供需。